780M 核显迷你主机跑大模型翻译，每秒最低能输出28 token， 实现社交网站实时辅助阅读、视频双语实时字幕翻译的 AI 应用。一台老掉牙的2060迷你主机，只有6G 显存，它能每秒输出40 token， 轻松胜任实时翻译的输出服务。强大的 Max Plus 395每秒70 token， 能输出更流畅、更优质的实时翻译文本。这就是每个拥有迷你主机的普通消费者都可以轻松实现的家庭本地 AI 大模型应用实时翻译。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个。我们测试过 N 多台迷你主机，让他们写代码、聊天啊，还让他们不停画那些一眼看过去就是 AI 搞的各种图片。有时候觉得真腻了，烦了。大模型总是要输入提示词，要输入那些有很强目的性的提示词。那么咱们迷你主机跑本地大模型，还能干一些更实在的事情吗？我是想啊，需要一种无主动交流的，不需要写提示词的本地大模型能在后台默默运行和随时启动的 AI 功能场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我发现啊，下列这个场景是满足我的想法的。作为重度网络使用者，每天都要做高强度浏览，是真需要很好的外文翻译工具和强大的隐私保护。经过实践和测试发现，想要好用还安全的实时翻译，只有使用本地大语言模型服务，才能同时满足上面两个基本要求。以前我也和大家一样啊，都是使用免费的翻译工具，或者用 API-Key 使用网上的付费大模型服务。那样的缺点是要钱、不流畅、不保密，而我们是用本地大模型来做实时翻译，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硬件条件选择合适的免费的开源大模型，做到既流畅又安全。而这样的硬件条件，我们以前评测过的相当多台的迷你主机都是完全具备的。所以迷你主机不光能办公影视打游戏，还可以为我们的家庭跑实用的 AI 服务。我们今天就用多种类型的迷你主机来实测，让他们跑各自不同的大模型翻译服务，看看效果如何。我们先把这个流程画一画。首先我们需要一台能跑本地 AI 大语言模型的迷你主机来做 AI 服务器。服务器上操作系统可以是 Windows、Linux 或者 macOS， 然后使用 LM Studio 软件把大语言模型的服务共享给家庭网络里的其他终端。而我们终端可以是一台 Windows PC 或者笔记本电脑，也可以是一台 Mac， 甚至是一台 iPhone 手机、平板都可以。在终端上运行网络浏览器，可以是 Chrome、Safari 或者是 Edge。在浏览器里，我们要运行语言翻译的插件，我们演示使用的是沉浸式翻译，其他开源的翻译的插件也是可以的，选自己熟悉的用就好。使用终端上的网络浏览器，通过翻译插件访问迷你主机上的 LM Studio 提供的大语言模型共享服务。这就是我们网络实时翻译的使用流程。首先来看我们为这次测试准备的硬件，两台 780M 核显小主机，我们一共测试过30多台的 780M 核显小主机，所以啊，我非常希望这类小主机能达到我们的全部要求。盖板 M4 Mac mini 只有 16G 统一内存，它最好也能做我们实时翻译的本地服务器，因为它好便宜啊。有点老的带更老独显的迷你主机，比如我这台幻影峡谷11代 i7-11657 CPU， 6G 显存的 RTX 2060 GPU， 2021年上市的。然后是可以加装独显的迷你工作站，加装的是半槽刀卡 RTX 4060 8G 显存。还有这台 Oaklink 外接4080移动独显的显卡屋 12G 显存，我们把它连接在一台天贝 8845HS 小主机上。最后当然还有 AMD 的当红榨汁机 Max Plus 395核显 8060S， 能设置 96G 显存的 AI 工作站。
今天是把我们的全部家当都出来了，要看看这些从旧到新的迷你主机跑大语言模型实时翻译输出服务效果咋样。而软件呢，我们要在上述小主机上运行 LM Studio 跑大模型网络共享服务，使用终端的 Cherry Studio 软件测试网络共享大模型翻译输出速度，并用客户端的网络浏览器通过翻译插件实测。在浏览器里，我们使用了翻译插件的自定义翻译服务，把 API 接口地址指向 LM Studio 提供的本地网络共享大模型。我们使用的用来做实时翻译的模型，主要是开源的1003 30B A3B 2507的各种量化版本模型，还有1003 4B 2507这个体量较小的模型。顺便做个小调查，这是2张不同模型的翻译，您认为正确的翻译是哪一类模型提供的呢？首先我们来测试 780M 核显小主机，这台百印 8745HS 我们最高画了 16G 内存来做显存，可以跑1003 30B A3B 2507原生的 Q3KL 15GB 大小的模型。我们用5个英文段落的提示词测试这个大语言模型提供翻译共享服务的速度28 token 每秒，然后实际使用一下。另外，可能部分朋友的 780M 核显小主机最大只能分配 8G 的内存做显存，我们也测试了1003 30B A3B 2507 1比特量化的版本，只占用显存 8G， 仍然是28 token 每秒，说明在这台小主机上3比特量化和1比特量化是一样的速度。我们同时也让天贝 Marco 作为大语言翻译服务器跑了同样的测试，速度比百印 8745HS 稍稍快一点点，31 token 每秒。天贝 Marco 的图形性能稍高于百印 8745HS， 所以翻译速度有一点点差别。不过同样的提示词，在网络上访问 DeepSeek V3 只有19 token 每秒，说明我们本地 780M 核显小主机跑大模型做翻译的速度超过了 DeepSeek 官网的 50%。 接着我们测试 M4 Mac mini，Mac mini 只有 16G 统一内存，所以我们跑的是1003 4B 2507原生 Q80 4.29G 大小的模型，仍然用5个英文段落提示词测试23 token 每秒。为了比较，我们让 780M 核显小主机也跑了1003 4B 2507原生 Q8 27 token 每秒，比 M4 Mac mini 稍微好一点点。M4 Mac mini 的23 token 的速度比使用网络版本 DeepSeek V3 19 token 每秒的速度还是要高一些的，而且它还安全不要钱啊。M4 Mac mini 我们是常年不关机放在家庭网络里，让它同时跑一个实时翻译的大模型，它不香吗？下面这台就是我的老幻影峡谷，它的 RTX 2060移动版只有 6G 显存，它的显存带宽达到了 336GB 每秒，所以跑1003 4B 2507原生 Q8 4.29G 大小的模型正合适，高达平均40 token 每秒，非常好，实战一下。这位也是我喜欢的 UP 主。感觉非常快啊，比我下拉的速度还快。跑同样的大模型 ，NVIDIA 的独显就是不一样，翻译输出速度超过了 780M 核显小主机 30% 以上。接着是我的 MS01 迷你工作站，我们在它的 PCIe 插槽上安装了 RTX 4060移动独显，
它的显存有8G， 但它的显存带宽只有 256GB 每秒，这一项比 RTX 2060还缩水了。45 token 每秒，它的文字翻译速度非常快，视频字幕速度也很快。翻译速度比 RTX 2060高了一点点，也算非常优秀的表现。接下来是我们的天贝8845HS 小主机，通过 Oculink 接口连接 Morphan G1 RTX 4080M 移动显卡坞，它的显存是 12G， 跑1030 4B 2507原生 Q80， 平均70 token 每秒。太快了，真追不上。我们也测试了千文山 30B A3B 1比特两画版本，平均100 token 每秒。看一下比较，千文山 4B 70 token 每秒，千文山 30B A3B 100 token 每秒，这肯定是今天测试最快的一组。最后是咱们压箱底的 Max Plus 395 8060S 核显，它的显存最大可以设置 96G， 内存带宽接近 200GB 每秒，可以设置的显存实在是太大了。我们一口气测试了各种模型的翻译输出速度。都大于40 token 每秒，我把40 token 每秒以上设定为优秀级别，因为差不多是网上 DeepSeek V3 翻译输出速度的2倍。即使是千文山 30B A3B Q8 这样 32GB 大小的模型 ，8060S 核显也能输出50 token 每秒。用它来实战一下。好了，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测试的所有迷你主机大语言模型翻译输出总结的图表。如果受限于显存的大小，我们选择千文山 4B 2507 Q8 作为共享大模型来做翻译输出，结果是4080移动版最强，能跑到70 token 每秒。8060S 核显和 RTX 4060移动版一样，都跑到了45 token 每秒。RTX 2060移动版也能跑到40 token 每秒。
以上的翻译输出都算优秀，基本上我们的阅读速度根本追不上它的翻译速度。然后是 780M 核显的27 token 每秒，好于 M4 Mac mini 的23 token 每秒。这两款小主机在跑大模型翻译输出都是可用的，都比网上 DeepSeek 翻译要快。千文山 30B A3B 2507模型里同时激活适用的参数其实只有 3B， 所以相比 4B 其实它应该更快。如果显存够用，也可以选择更大的模型来使用，比如我就在 Max Plus 395上使用了千文山 30B A3B 2507。总结一下，盖版的 M4 Mac mini 可以胜任本地大模型的输出任务，它是比较安全而且免费的，虽然比起网上的 DeepSeek 的翻译输出高不了多少。780M 核显小主机跑本地大模型翻译输出有不错的体验，不管是2060还是4060或者是4080， NVIDIA 的独显做大模型翻译输出有非常优秀的体验，特别是2060这台机器完全高出了我们的期望。而 Max Plus 395也有非常优秀的体验，特别是它的大显存可以让我们尝试不同尺寸的大模型。我在这台设备上选择了 Q8 量化的千文山 30B A3B 2507作为翻译输出，效果非常惊艳。总之，迷你主机或者说号称自己是 AI 的迷你主机，其实在跑本地大语言模型的翻译输出上还真的不负众望，达到了实战使用的高标准要求。只要是在家庭局域网内，不管是 PC 还是 Mac 上，还是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我们都可以便捷享受到本地大语言模型带来的流畅的翻译输出服务，跨越不同文字的鸿沟。好了，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